大家好。自從有人跟我說 PS 的飛行寵物沒有問題之後，我去改了鍵位，把圈改成跳啊，叉的話一樣是取消騎乘。終於啊，我的寵物也是可以飛了。对，那這件事情我還有做成 short。OK， 那經過了這一段時間的飛行體驗下來，我必須說，這個七大罪的地圖設計其實還蠻妙的。就像我們看到現在這一小塊地區，對不對？這樣子它都會有這種小花啊、灌木叢，這邊都好多這種樹、小石頭、樹幹。它因為地圖上這種稍微有一點點立體的成分一直都很多，你看所望及之處啊，到處都是這個樣子。所以呢，它其實只要把寶箱靠着這種稍微有點高的東西放着，你平常經過一次、經過兩次啊，就很不容易發現它。然後直到你終於從不同方向走過去的時候，你就會突然發現它。你看，像前面那棵樹啊，下面這樣子直接貼着放一個寶箱。然後我如果正常從這邊這樣走過去的時候，我往這邊看，我是看不到它的。對，我是必須要哪一天突然間很想從這邊經過的時候，我才會看到它。所以其實我一開始是覺得，七大罪它的寶箱放的看起來都很隨便，就你走在路上幾乎沒有什麼成本的，你就會一直看到路邊有寶箱，就是很像很隨便的就放在那邊給人家撿的樣子。但是在我開完那些真的好開的寶箱之後，然後像現在我在用飛行的這個奇寵在找寶箱的時候，我發現它的設計其實蠻有意思的。像我這樣子飛過去，對不對？我雖然飛高了，但是我沒有辦法發現這棵樹後面還有一個寶箱，沒有這個樣子。所以就算你有飛行飛起來，你可以一覽大地，一覽無遺這個樣子。對，但是沒有，它仍然沒有那麼容易發現。它其實一直都只要遵照着我把寶箱放在一個障礙物的邊邊的這個規則，它可以用一個非常低的成本去放到寶箱，然後又可以給玩家制造一個尋寶，或者說等到你哪天終於從不同角度經過的時候，突然又發現一個寶箱的這個驚喜。對，我覺得這個設計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的。就它真的是只要維持這個基本的設計邏輯，它就可以放置很大量的寶箱在它的地圖上。這個真的是很妙，這個設計的想法真的是很妙。因為像明朝它也是大世界，然後有飛行，但是它的飛行速度非常的快，所以它的地圖的設計取向都是做那種非常大型的建築奇觀類型，來去配合它的這個飛行的探索。对，但是像七大罪這樣子，它的飛其實是蠻慢的，就頂多就是比你跑步還要再快一點點吧。對，你看我跑步也是這個速度，它應該就比跑步快一點點而已。对，所以它東西它可以做得非常的密，非常的利用這個立體的視覺的障礙來藏東西。然后我發現它的樹的設計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在七大罪裡面，你大部分看到的樹，它開始分枝，然後長出樹葉的高度都會比人高好幾個頭，像這樣子，大概三個人身高。所以你在平常在逛的時候，你的視野範圍內其實大概都是樹幹，然後你可能視野的上面可能1/3開始才是這個被樹葉遮擋天空，走在森林裡面的感覺。對，但是如果它把這個樹幹的高度整個壓下來，像這邊這個樣子，這邊樹幹到樹葉的這個高度整個壓下來，我走在這裡面的這個氣氛就完全就不一樣了，這裡就會變成一個非常茂密的叢林的這個感覺，有沒有？看所見之處都是密密麻麻的樹叢，這樣的感覺，真的覺得它這個設計也是挺有意思的。好，後面呢，這邊就是一些關於七大罪現在的閒聊了。那七大罪這個月卡距離上一次也已經過1個月了，我的月卡也到期了。我自己的話是覺得這個月應該就不會再續了吧。
不知道現在還在玩七大罪的各位朋友是怎麼想的呢？我自己是尤其是覺得啊，每天啊都要跑這個礦點，好像5個礦點吧，1個2個，然後3個4個5個，然後跟開傲慢的時候再加了這樣的一個礦點。每天都要跑這6個白金礦點，有點小煩啊，有點小煩。然後呢，另外一個讓我覺得煩的點啊，是我們這個每日任務啊。每日任務你每次要解這4個，都要去採這個血晶草、大王花草。雖然他們確實是離傳點沒有很遠啦，像這裡這一顆跟這裡這一顆都是傳過去，順便採一下就可以解的。但是我覺得它對於每日來說還是有那麼一點點太煩了，我已經有一點不太想解它的每日了。就該怎麼說呢？這個東西你可能採1天、採2天會覺得還好啊，還好。但是呢，我已經續2次月卡了，所以呢，我其實已經採2個月了。然後它到底怎麼講啊？反正我就是覺得倦了吧，倦了吧。每天都採一樣的東西，每天都要打灰魔神哦。然後就算我每天打，它也是不掉這個灰肉。想說啊，偶爾掉個灰肉給我，讓我的這個霍克可以變身，好像也不錯，對不對？結果也沒有，是覺得有點顯露了它的疲態啊。畢竟它的設計就是這個樣子。不知道不知道白金礦未來會不會有更快的取得方法？我知道有那個採礦機啊，但是採礦機你做完，採礦機在哪裡啊？我以為它的它這邊多了個分頁啊。他說怎麼沒有找到採礦機啊？這個打 BOSS 怪掉的寵物現在可以直接做我剛才在說灰色魔神肉我沒有，你打到450個 BOSS 掉入我記得 BOSS 打一場好像掉6是不是？然後現在還會有額外掉落，所以就算7好了，這樣要打多少啊？7、5、35，所以至少要超過50場OK。哇，這個害羞精靈跟這個鳥寶寶，溫柔巨鳥不是鳥寶寶，這2個都是之前他如果沒有這個要你打副本的活動，現在沒有了嗎？我看一下，這邊都是消耗方塊。好，之前有一個類似這樣的活動，但是它是要求你要打副本跟打 BOSS， 就是要打這2個，不能打地圖上的這些精英 BOSS， 這種都不算。對，然後所以那個時候我就沒有在打這些 BOSS。那除了那個時間以外，我每天除了灰魔神以外啊，都是會打這2隻，就是想說順便釣那個寵物也好。現在居然可以直接做不過它要的量也是一樣啦，也是非常大。應該也至少要50場，我記得應該差不多也是掉4跟掉6，打1場的話 ，OK， 也就是你打50場沒有打掉的話，可以用做的行啊，只能說它確實是有在優化，那感覺還可以再玩一陣子，還是乾脆就晚一點再回來玩。對於一個遊戲的支持，其實也對於這種。怎麼講？它優化有沒有新，也是我在評估的一個點。那如果是真的有確實在優化的話，感覺還可以再忍一下這樣子。就是對於目前每日的不便來說，剛剛講到這個新東西啊，我其實有在商城這邊看到，那這個刻印修裁剪刀有沒有？這個就是讓你制作出來的那個裝備啊，那等級如果你不滿意的話，可以重刷。哇，這下就跟我一開始預估這款遊戲可能會走的這個賺錢的方向啊，有點像啊。我本來以為它可能只有氪金加速的部分，那現在開始賣這些可以重刷能力啊，重刷詞條的道具了，開始有了。OK， 那只能說，那他確實就是怎麼講？他想要賺錢的方向確實還是比較像 ORG， 比較像線上遊戲那個樣子。其實前面那個探地圖的那段閒聊是非常久以前，就是我剛學會怎麼飛之後，我就幾乎整個地圖，好多地图我都去飛。你看，有一些都被我探到100%了，对，這都是我徒手探出來的。
因為我現在也有抽到龍王了，就是如果有寶箱的話，它也是会顯示在地圖上。那有時候飛一飛就會突然看到，有寶箱圖示，就可以過去撿啊，非常的讚。但是畢竟是徒手探索啊，所以有一些這種你看這麼一大塊的地圖，然後跟你說差6個寶箱，不知道在哪裡。對，所以有一些也就90、97、98這樣子，差一點點。然後我想要說啊，我不是說過嗎？那個白金礦你拿來做刻印装備，你做了這個詞條啊，也不一定是好的詞條，技能也不一定是好的技能。我這邊就是這樣子在做這一套自我發電啊，做了只有一套是2，然後等級2，只有這一套，然後它的那個詞條也是隨機的，雖然詞條算比較好刷啦。偷偷給大家看一下我的這個黛西現在是長這個樣子，對，但是對，講到這個我的黛西的這個土的版本，炎屬性的版本，我不知道為什麼它的這個蓄力啊，打吉拉好像都打不出傷害，我不知道到底是為什麼？我目前這個滿命的黛西應該是蓄力那一下會打得挺痛的，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我每次打吉拉都打不痛，就好像那一下就沒打到一樣，我不知道是 bug 還是怎樣啊！歡迎知道的朋友在下面分享一下。好吧，再來講講7大罪這個回流看動畫的部分。我把第1季看完了，我只想說一句啊，我們的傲慢呢，我一直看彈幕在那邊刷，如果傲慢出手的話，這個 boss 就不用混了之類的，大家就不用打得這麼辛苦之類的。所以說那個傲慢呢，我們的7大罪第1季演完，然後7大罪都還沒有集齊。對，然後我反而在 Origin 這邊已經先看過他一點點劇情，然後我覺得伊麗莎白還蠻有意思的，就是本來看以為他只是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普通人，但結果沒想到，我這邊也不想雷太爆雷，對，但是就偶爾實戰上他居然還是挺有用的。算了，別講這個吧。好，那動畫的部分好像聽說後面會開始有一點作畫崩壞啊，哇，有點害怕。那大家覺得還要繼續看下去嗎？還是第2季還好？好吧，那閒聊大概就這個樣子吧，好像也想不太到什麼東西聊，就該怎麼樣？現在還在玩7大罪 Origin 的人，你覺得有什麼可以聊的東西嗎？我覺得好像還好，對不对？既然還好的話，那可能沒有下次閒聊，除非還有什麼主題啦，像一開始提到那個地圖探索，我覺得蠻有意思的，對，可能才會再做吧。好，那就到這邊，謝謝各位，拜拜。